自1964年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，我国就开始迈入核大国的行列，开始进入到核能的研究利用领域。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，如今我国核能的利用已经不单单是用于制作原子弹，像核电领域，我国也颇有建树，建立了不少的核电站。那么，如今的我国究竟有多少核电站呢？它们又都分布在什么地方？所谓的核电站，指的是以核反应为重要能源的发电设施，它的发电原理与常规的火力发电比较接近，都是靠热量来进行发电，其实有点类似于烧锅炉，但不同于火电，核发电站是一种高效、几乎无污染的能源建设。核电站对于二氧化碳、温室气体等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几乎为零，对环境危害不大。如果要说核电站唯一的缺点是什么，那就是核电站建造技术高、耗费高、后期养护高，实在难以普及。加上一旦发生核泄漏，污染会变得十分之大，就像日本当年的核泄漏一样。不过，只要不遭受什么天灾或者人为的故意破坏，核电站的设施都是非虽然我国现在是一个核电站大国，但其实我国的核电站发展时间并不长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研究，并在90年代建造出第一台核电站，名为秦山核电站，其位于浙江省内，从1985年开工，一直到1994年才开始运行，一共花费了9年的时间，发电率为300兆瓦。虽然我国的第一座核电站建造时间比较久，但秦山核电站是一座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、自主建造的核电站，所以意义还是很重大的。也正是因为秦山核电站的建立，我国才成为继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苏联、加拿大和瑞典后第7个能自主建造核电站的国家。到了如今，我国的核电站数量更是达到了19座之多，它们分别是秦山核电厂、红岩河核电厂、秦山第2核电厂、秦山第3核电厂、阳江核电厂、海洋核电厂、宁德核电厂、福清核电厂、大亚湾核电厂、方家山核电厂、田湾核电厂、台山核电厂、昌江核电厂、三门核电厂、岭澳核电厂、防城港核电厂、金山核电厂、马鞍山核电站、博胜核电厂。而且可以预料的是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国还会研发建造出更多的核电站，解决我国的电力问题，让我国成为一个电力大国。有趣的是，通过我国核电厂的位置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我国核电厂的修建多是在南部沿海地区，比如秦山核电站便位于浙江省，而福清核电站则位于福州市，海洋核电站位于山东省，昌江核电站位于海南省。可见，我国核电站的分布主要是在沿海地区，而内陆较少。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些核电站之所以分布在沿海地区，跟我国使用的核电站技术有关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我国现在使用的核电站主要是第3代核电站，主要使用的反应堆也是压水堆，而这种反应堆需要大量的普通水来作为冷却剂和漫化剂，以此来保持核电站的工作。因此，我国的核电站建设地点才会优先选择沿海，毕竟沿海地区靠近海边，水资源较多，像西北荒漠，连人吃水都困难，不要说还要满足核电站的用水需求了。再如四川、云南地区，虽然水多，但因为位于横断山系周围，地势陡峭，大型建筑的建造比较困难。
所以也不是核电站建造的好地方。综合考虑，沿海地势平坦，水资源丰富，是最合适的核电站建造地点。不过，除了考虑用水量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了防止地震灾害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核电站是一个很安全的设施，基本不会出现意外。但天灾人祸不在其内，核电站的建造地点一旦地质活动比较频繁的话，如地震、火山喷发，就很容易造成核电站的损坏，发生核泄漏的事故。因此，像一些水资源充足但处于地震带的地方，也是不适合核电站的建造。就像日本，其实就是很不适合核电站的建造，因为日本处于多个板块的交界处，地质活动频繁，极为容易破坏核电站，从而发生核泄漏。而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核泄漏，离日本比较近的我国难免会受到波及。所以，综合考虑，像板块交界处、火山地带上都是不能建造核电站的。而我国能满足水多、地势平坦、地势活动较少的地方，也就沿海地区了。像四川地区，水资源虽然多，但地质不够稳定，地势也不怎么平坦，是不适合核电站的建造的。不过，像武汉以及河南部分水资源较多且地势比较平缓的地区，理论上是有建造核电站的基础的。